张帅医师科普医美新知。嗨 ，Hello， 我们今天呢要来讲到关于微整形的续集哈。之前讲到我们在打微整形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的外轮廓哦。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外轮廓，赶快回去看我们之前关于外轮廓的那一集。文字产品对位，剂量精准树眉，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关于外轮廓，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但很容易被忽略，就是太阳穴。为什么？因为像比如说，你看倩她头发长嘛。很多女生呢，她就会用头发去盖住。可是你会知道，一个好的轮廓线，所有的瓜子脸一定是什么？上面饱满，下面小。如果你下面再坚挺、再紧致，你的太阳穴是凹的，你的脸看起来是什么？菱形的。绝对不是漂亮的这个瓜子脸。所以太阳穴它其实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太阳穴在面相，又有人叫它夫妻宫？夫妻宫，因为一个瓜子脸的脸型，当然你就比较有好的姻缘，比较有异性缘，比较有桃花运嘛那其实这个太阳穴它就显得很重要。那太阳穴它的重要性还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在我们的脸的最外上侧，所以的确太阳穴凹陷的人呢，你会想象一下，这里就好像少了一个定住的装置。如果太阳穴凹的人呢，其实它本身的组织呢，的确会比较容易下垮。如果大家不懂意思，大家记得我之前在讲我们那个下半脸轮廓的时候，讲一件事，就是咬肌啊，如果咬肌一下消太多，是打的位置呢，打在前上方，它会有一个问题当它一消下去，你这里少一个支撑，你的脸容易垮下来。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不记得，回去看。那垮下来有分两种，你们一想，一种是会恢复，一种不会恢复的。张医师在讲什么？赶快回去看，因为很多人都发现他打咬肌会垮，就是因为他的侧边这个地方少一些支撑，太阳穴一样。如果你是凹陷的话，它其实会垂得比较快。但是在我们讲今天太阳穴的主题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讲，很多人会问的另外一件事说，那专师，你的意思是我打太阳穴这里就会提上去？坦白说，如果你已经是垮下去比较多了，你打太阳穴，它上提的力量其实是不太够的。所以我都会跟客人建议一件事：太阳穴，你最好在你脸下垮之前，你的太阳穴我们维持它一个饱满的状况，把它撑在那里，你的脸会比较不容易下垮。可是如果你已经下垮厉害，你才回来想说，那我打太阳穴就可以把脸拉上去了，其实是不太可能。你自己看我们这里太阳穴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用力拉？我们用对不起你看清楚我们这里不管怎么用力拉，它只有眼睛会动，但是它下面动的幅度就很弱。所以如果你中下脸已经垮得厉害了，才想说我靠打太阳穴来提升，其实效果有限。大家最好把太阳穴填充这个概念，你把它放在两个重点，一个是它对你的脸型很重要，维持你的瓜子脸很重要；另外第二个重点就是你的太阳穴饱满，你可以预防后面你中下脸垂得太严重。好，那接下来大家其实最喜欢听我讲一些关于结构还有美学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结构，我们要知道美学，打这个微整形做得会好看。我们来看一下太阳穴夫妻宫这个地方，我们叫做颞骨，有人叫它颞窝。很多人打太阳穴通常害怕，为什么你知道吗？那个针这样戳，这个叫什么？对，很多电影要演举枪自杀都会打这里。真的有个人说我打这里我会不会死掉？其实他可能说一件事，你知道为什么拿枪要打这个地方吗？因为直接打中脑部。对，你看前超痛的，对，打中脑部，而且打中血管，这是对的。因为太阳穴呢，打这个地方下去，它打到我们的脑这个地方有一个血管叫做大脑中动脉这是大脑最大条一个动脉之一，打中它，哇，那个血管在脑袋里面爆了，就一定没救。可是微整形的时候，我们打这个地方，放心，不是要打到脑里面，因为它里面有这一块骨头。有这块骨头，你的针是不可能穿过骨头的所以它没有你想象中说之前客人说打这个好像跟举枪自尽一样你听完很安心，对不对？可是我们再看这个图，这个图大家看会害怕吗？就是太阳穴的构造比大家想的要复杂太阳穴总共有10层的构造。10层构造，其实我之前在很多讲这个脸上结构，我都跟大家讲我们的脸、我们的脖子，不管是上颚、中脸、下脸、脖子，通通都分成3层：浅层、中层、深层。那张医师怎么现在跟我说它有10层？这10层里面呢，其中有几层呢？皮肤、皮下脂肪这一层，我们把它叫浅层啊。然后在筋膜层这一层叫中层，那再来深颞筋膜深层，深颞筋膜的这个中侧颞部脂肪垫，还有夹趾垫、颞肌骨膜这些，我们把它叫深层，所以它总共有10层。哇讲了一多，我知道剪辑回去又开始故意在那边巴拉巴拉外星语，你们每次都偷偷把我讲这些东西把它改成外星语，我不知道吗？
他为什么要讲给大家看这个图啊？这个图我要跟大家讲哦，其实我刚刚说我们在太阳穴打这个地方呢，它不是像这个举强自尽那么可怕，但是其实超乎你想象，因为太阳穴有4层的构造，有很多医师他其实搞不清楚要打哪一层，很离谱哦。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大陆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当时我就看到他们有一个讲师就说打太阳穴要用针直接这样戳到肌肉里面打最安全，我当时非常震惊我想说你是讲师，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你就知道很多医师都搞不清楚，还在上面教一些错误的观念。那当时的这个会议，旁边有一个答题老师，我们还可以在那边切。他那个时候在讲这个时候，我就在旁边马上切开那个答题，因为我觉得他讲错了。然后他下台的时候，我跟他说，好像不是这样，你看这个里面有很多血管很危险。当时他的脸是很难看，然后旁边他们其他医师就把我拉开，说：“对，在我们这里你不要这么直接讲真话。”其实，但是我觉得学术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讲真话很重要。没错。那其实太阳穴这10层的构造，基本上有9层是不能打的。有9层不能打的，很多人会想说反正有10层嘛，随便一针下去蒙一层，不要有问题就好。对不起太阳穴只有1层是绝对安全的，其他层都有血管，都有血管，你打中血管就会有一些问题，轻则淤青，重则眼睛这些，你听到一些很可怕的新闻，所以你就知道打针呢，它虽然看起来很简单，满街都有人在打针。对，可是有很多人在打针，就好像在玩螺丝那个什么手枪有没有？啪，滚轮有没有？然后砰，看会不会死？好危险打针如果变成这样，是不是超危险的？可是我跟你讲，真的有很多打针是这样的，多层，反正我蒙中1层不会有事，很离谱啊。反正血管有这么多种，应该不会那么巧中，可是事实上很危险，你一定要找懂结构的人。好，于是就有人问他打哪一层最安全呢？打最安全的就是你现在看到蓝色的这个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筋膜室。筋膜室它就是属于筋膜下面的那一层。这个地方呢，它里面很疏松，它有一层这个疏松的构造，让你打这个填充物在里面没有神经，没有血管，非常安全。所以如果懂怎么打太阳穴的医师，你知道我打一个太阳穴要花多久时间吗？半小时。大概3分钟。3分钟。3分钟，真的。你们如果看我在帮医师上课教学的时候，我就是教他们，你只要按某个点进去，刷一下进去，就一定是这一层，然后你一推进去，轻轻一揉，它就顺了。因为打在这层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你稍微揉一揉，它完全不会凹凸，完全非常简单，但而且极度安全，超级安全。所以我觉得打太阳穴，我觉得是全脸最简单的地方之一，只要你懂结构，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图，不要小看打太阳穴但你如果懂的话，你就会发现打太阳穴很简单如果打太阳穴要在那边修很久，那你要小心，它可能对构造不是那么清楚。但接下来我要聊另外一件事情是，接下来我们刚讲完太阳穴结构、解剖结构的问题，接下来要谈另外一件事情是美学。美学对，其实太阳穴这个结构跟它的这个美学其实是相辅相成。如果你懂结构，你又懂美学，那打出来怎么安全又好看。很多人就说太阳穴不是这一片吗？还有分什么？对啊，张医师，你刚刚讲结构，那分几层？那是你们医师的专业，不干我的事。我只在意打出来好不好看。没错。那其实懂的医师呢，其实他会把这2个就结合在一起。我们太阳穴在美学上，我们其实把它分成3个部位。我们来看一下芊芊来，对不起，我们头转过来太阳穴，你看芊芊的太阳穴就好看，很自然。我们太阳穴这整个我们都叫太阳穴，对不对？又叫夫妻宫。太阳穴分成3个部位，第一个部位是靠近眼眶这个地方前下的这一区。第2个部位是靠近发际的这一区，事实上这2区之间呢，就有一个这样所谓的下颞眶隔把它分开。还有第3区在哪里？第3区在这儿，这一区呢，它刚好是额头跟太阳穴交界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上颞眶隔。这件事很重要，为什么呢？它在美学上面很重要，因为你打错了，它就会显得很不自然。而且男女生着重的点是不一样的。好，那其实在早期很多人在打太阳穴跟额头都喜欢打得很饱满。在7、8年前都喜欢打得很饱满，就打得好圆润，我不要有一点凹凸我打得要天灵盖饱满有那种散发光芒的感觉。可是现在大家发现这种打法其实有时候效果会显得不太自然因为其实呢，再漂亮的女生，我们的额头跟太阳穴，它需要一点光影的变化。其实你会发现，我讲了很多集关于未成型，之前有讲到一系列关于漫画的问题。漫画这个光这个标题的就有7集。对，你看我们小编他是马上比出7集，所以漫画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常常看到有些 short 的影片跟你讲漫画打什么降解酶，或是消脂就有用，很多都骗人的。因为事实上有很多的填充物，降解酶消不掉，抽脂只会把你原本正常脂肪抽掉，留下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会更糟。所以想要知道漫画怎么回事，赶快去看那7集。
那其实我在讲蛮化的时候，一直讲到一个叫光影的变化。这光影的变化在医学上我们叫做 topography。我们的太阳穴也有这个 topography，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topography 就是我刚刚讲的上颞眶隔这一区，也就是太阳穴跟额头交界的地方。早期我们很喜欢把这个地方填得很饱满，让它整个是顺过去的。可是现在会发生一件事哦，这一区呢，其实不应该填那么多。那早期呢，很容易忽略关于发际旁边的这一块。后来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希望你的太阳穴是有点立体感的，有一点折叠度的，你的太阳穴是这个角度，是往后面饱满一点，而不是前面很饱满。如果前面很饱满，你这一坨，你看起来会很馒头。也就是你靠近发际后面那个地方，它是需要多一点的填充。我们来看一些案例，我们来看，这是一个男生，这个件事对男生特别重要。你看那些男神们，他的脸它都是有一些棱角的，跟女生不太一样。那太阳穴的棱角的重点在哪里？其实是在眼眶骨的外侧缘这个地方。所以特别是男生的太阳穴不要填得太靠近内侧，就是我刚刚讲太阳穴分3区：眼眶骨内侧、发际的外侧，跟我们的额头跟这个太阳穴交界的这个上侧。好，分成内外上。好，男生的内侧靠近眼眶骨就不要填太多，填太多你这个眼眶骨这个没有显现出来，是这样吗？你看这是不是像一个这个 C A B C D 的 C 这样？男生的这个 C 的这个角度要留着，所以男生的填充要比较靠外侧，这样那个角度感才会出来。女生呢，其实呢你会发现一件事，首先她的发际比较高，发际比较高，这种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的额颞交界你把它填起来，它发际已经高了，你额颞交界填起来，它会看起来就是什么？整个看起来更大，会看起来很像外星人。因为额头已经高了，是不是？额头本来额头饱满这件事是一个好处，但如果你额颞交际处，也就是我刚刚说太阳穴3区里面的上区这个地方，如果填的话，看起来就会太大太饱满。那像这种我们填太阳穴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着重填在外侧的这个地方，外侧这个地方。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我们刚刚从这2个例子看到，就是外侧靠近发际这个地方，在以前呢，几年前它在填充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但大家现在发现它很重要，因为它是显现出我们太阳穴立体度的一个关键。好，我们继续看哦。好，我们再看像这个女生。那像这个女生，她的太阳穴非常的凹。那她太阳穴为什么非常的凹？其中有一个关键是因为她的颧骨显得很凸。它颧骨填得很凸，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单单把它外侧这个填起来，一定是不够的。我之前很多微整形讲过的观念嘛，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微整形哦。如果你今天骨头凸，那你要怎么去改善这个骨头凸的感觉？如果你现在是在讲削骨，我们把骨头削小一点，那是不是就改善了？可是微整形没办法把骨头溶掉啊，没错。我们现在没有化骨绵掌嘛，对不对？那怎么办？这是一个山峰，我要让它看起来没那么凸，就是把旁边的山骨填起来，它就看起来没那么凸了。所以像对这个女生而言，她的颧骨是不是特别的凸？颧骨弓特别凸。这个时候，她的靠内侧这个地方，太阳穴内侧这样，它就的确是需要一些填充。填充起来，你会发现这是同一个人哦。你会发现这样看起来，她颧骨看起来是不是就没那么凸了？就是像我说的，把山骨填起来，山峰就没有那么的凸了。这个时候内侧它就是有需要填的。内侧就是有需要填的。一样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你看她的颧骨是不是比较凸？好，那我们要改善它的外轮廓，其中太阳穴它的外侧、内侧我们都需要填。好，当然你会发现，通常颧骨凸的人脸颊会凹，脸颊凹是我们之后的一个主题，有兴趣赶快去看我们脸颊凹的部分。脸颊凹也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然后每个部位都不简单，都要讨论的。所以像这种颧骨凸的人，不是只有填外侧，它的内侧这一区也要填，好像这个女生她的起始，你看她颧骨凸。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外侧要填，内侧要填。好，我们再看一件事，你看它的发际并不高，而且它的额头显得相当的凹。那这个时候，它的太阳穴跟我们的额头交界的这个，也就是太阳穴的上区这个地方，它也需要填。那这个时候填的时候，它在视觉上，它就会有把它这个额头放大的感觉。我手上一直拿着一个头，快把它放在你的怀里。好，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脸型看起来就会比较圆润。会是我们喜欢的那种饱满顺畅的脸型。我们讲这么多，我们讲了什么时候要填外侧，其实大部分人外侧填完会比较立体。什么时候要填内侧，颧骨凸的人我们要填内侧。什么时候要填上侧，就是我们的额头本身比较窄比较窄的意思是什么？上下窄，左右宽度也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填上侧。但我们要特别注意太阳穴蛮化的问题。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太阳穴蛮化问题，很常见。太阳穴首先额头填太多，再来它整个太阳穴填得太饱满。如果你填得太饱满，比例不对的时候，它就会让你的头看起来变得很大。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
上半脸蛮化。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它的发际是不是已经很高了？好，这个我是抓其他诊所他们的图啦，他们可能觉得很得意哦，填完了哇，好饱满哦。可是坦白说，你这样一看会觉得哇，整个额头变得好大，很大，大到就是床前明月光，反射你就可以看到寿星公。对，就人家讲寿星公哦，这个真的太饱满了，所以这个就犯了我刚刚说的发际高的人，他的这个上去不能填太多，太阳穴不能填太宽。好，你现在就知道很有趣。你如果懂结构、懂美学，它打出来第一个安全，第二个打出来才是符合比例的，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再看，好，它是不是也是发际高？好，你看填完以后，这是以前填完以后，可能这间诊所很得意这样的作品，可是我们看起来只会觉得哇，整个比例是不符合比例，而且整个看起来很蛇精，因为上面太大了，对，太圆太长了，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哈。所以我们在打每一个部位的时候，我们要考量它的整体。然后考量它的细节，考量它的深度，这样它打出来它才会是自然的。好，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关于太阳穴的观念，太阳穴它是外轮廓一个部分，而且它很重要。第一个重点复习一下啊。如果呢，你的这个太阳穴凹陷，你的脸再怎么尖，它也是菱形的。第二个重点，我们希望在你脸下垂之前，太阳穴补饱满，不要等到它下垂以后，你再补太阳穴，上提的力量也很有限。好，再来，我们要知道填的层次是哪一层，然后在美学上，太阳穴分成3区：外侧、内侧、上侧，什么时候该填，什么时候不该填。我把这些很重要的资讯分享给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收获，好，赶快分享给你朋友，因为你的朋友很可能需要这个资讯啊。如果把这个我们影片分享给你朋友，跟我们小编讲，我们小编会在线上发我的一本书，叫做《微整圣经》，里面有把很多关于这个脸部的结构跟微整形关系，然后我们把它有一本书。好，那我们把这电子书呢，把它送给你。好，那有什么问题也欢迎私讯我们。好，那个这里是我们的 Line、WeChat 或 WhatsApp 都是用这个代码。好，你可以私讯给我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那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拜拜。